你去哪儿了？哥，我刚抓了2条蛇，你要吃吗？不吃。你和人打架了？怎么一身伤啊？没有，树枝刮的。说。我去了后山禁地，和不认识的大叔打了一架。啊！救命啊！打人了！金婶婶，救命啊！你，哎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金婶婶。哎呀，王爷，这好端端的，怎么又要打小王爷呀？哼，你自己问他去了哪里？去哪里？怡红院吗？哎呦，都这么大了，去一去又怎么了？哎，不哭了，不哭了啊！下回婶婶陪你去。好端端的，你跑去禁地做什么？我又不是存心去闯，在后山看到一条七不青，我就追了过去，也没注意到已经到了禁地。后来他突然冲出来，不分青红皂白便要出招，我情急之下挡了一掌，然后就跑了。难道我将他打伤了？不应该啊，就1掌而已。你可知他是什么人？啊，原来你们说的是后山那个人呐。他原是中原武林的高手，叫屠不戒，也不知是什么渊源。有一天呐，突然便闯进府里来了，说要将三王妃带走，还吼着要跟王爷比武呢。于是老王爷就将他囚禁在后山了，如今也有个10多年了吧。三姨母，这说来也怪了，老王爷也没安排人守着，他却真的在那后山树下呀，一待就是这么多年，一步也没有离开过。还能为什么？多半又是被父王坑了。舍弟年幼无礼，方才冒犯大师了，对不住啊。去问问你爹，何时才能炼成解药，将老子放出去？解药？我不与你这小崽子说话，去将你爹找来。家父已经过世多年，死了？方才前辈说中了毒。你爹当真已经死了？千真万确。不过说起中毒，家父临终前确实有吩咐，看来就是留给前辈的了。这便是解药。多谢贤侄。前辈不必客气。不知三王妃人在何处？我想与她道个别。三姨母也病逝了。病逝了？那他儿子呢？小雨呢？小雨早些年便去了蜀中追影宫，回西南后就成了亲，前几日刚做了父亲。唉，也好。哎，我还有一事不明，不知我先前所中的是何奇毒，为何必须待在那棵红泪树下方可保命？七叶海棠。多谢告知，告辞了。前辈慢走。他当真中毒了？当然没有，骗他的。那你给他的解药呢？面丸子，府里喂马用的。我还当禁地是有多神秘，父王也真是的，就为了这种理由，把人关了10多年。晋江文学城，雨笑阑珊原作，猫耳 FM， 北斗企鹅工作室出品，《帝王攻略》第4期。哟，小雨回来了。哎，哟，你背的这是谁呀？是我从后山林子里救来的，被老虎追得浑身是伤。我看他抱着孩子，总不能扔在路边不管，所以就带回来了。西南王府的后山里
到底还藏了多少人呢？先带到客房吧，找大夫替他治伤。我来吧，你一个成了家的也不方便，被媳妇儿看到了就不好了。我帮你带他们过去啊。我将人带回来，没事吧？这是你的家，带人回来算什么？拆房子都行。大哥，离开追影宫有些日子了，我想回去。我心不在此，强留下来也不快活。看来还是留不住你。兄友弟恭什么的，也不见得一定要强求这一时，对吧？罢了，在我闭关的这些日子里，辛苦你和弟妹照顾瑶儿了。追影宫距离西南府不算远，以后若是有时间，我和花堂会经常带着儿子回来。还有天尘沙，我也会帮你找。多谢。那我去收拾一下，准备妥当，便告辞了。南师傅也保重。哎，一路珍重啊！哎，刚才你不是急冲冲要出门吗？又需要大楚天子啊？收到暗探的线报，有点情况，我打算去王城看看。哪个暗探送的过时消息呀？这小皇帝可是一刻没闲，现在他人已经在大雁城了。皇上，夜深了，您早些休息吧。四喜，你听说过肥冕国吗？略有耳闻，据说神秘得很，全国上下都住在林子沼泽里，没人见过。哪里会有这样的国家？若是当真让百姓住在沼泽里，只怕3天就会亡国。说的是呢，皇上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没什么，你先下去吧。是，老奴告退。朱砂姑娘，朕有些事情想要向你讨教。皇上请说。姑娘既是大漠游医，精通巫毒之法，不知可听过金蚕线？听是听过，却不算熟，也没见过。无妨，把知道的说出来便是。金蚕线是苗疆毒物，狡猾至极，一旦钻入血脉，便很难再将其除去。每年醒一回，喝饱了血便会继续沉睡，而一旦其苏醒，中蛊之人便如同万蚁噬心，生不如死。每年醒一回。是。若不管不顾，只怕没人能撑得过20年。皇上为何突然问这个？可有药能解？据说天尘沙能解金蚕线，不过我连金蚕线都没见过，就更不知天尘沙在何处了。皇上若是还想知道更多，叶谷主或许能帮上忙。若是连他都不知道，就只能去西南王府问问看了。毕竟是南边才有的东西。若是连西南王府都无计可施呢？那就只有再往南找了。我曾听族里的老人说过，在楚国以南有个肥冕国，又称为巫国，本就擅长这种毒物，应该会有帮助。肥冕国，多谢姑娘。西南王当真如此喜欢翻窗？已经很晚了，怎么还不睡啊？等你。等我？怎么，只许你派人监视朕，不准朕也在西南府安插眼线？那本王此番回去之后，可要全力彻查一番，看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胆。
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来这大雁城啊？这大雁城隶属紫云州，山林茂密，珍稀木材多，木匠也多。即使一把普普通通的梨花木椅，只要说是产自大雁城，若是放在王城商铺里，这价钱也能高上至少3成。所以，这里可不单单只是造些板凳桌椅，暗器木剑玲珑塔，那些坐在巷道里闲话家常的老人，说不定哪个就是机关高手。据说那座叫九玄机的机关塔，图纸也是出自这里。略有耳闻。我只知道制造九玄机的工匠名叫木痴老人，却不知原是来自大雁城的。朕此行就是为了他。你可听过天岔教？教主名叫蓝姬，还曾经来抓过瑶儿。抓瑶儿？对啊，蓝姬大概是听信了我师父故意散播的胡言乱语，认为瑶儿练了菩提心经，要抓她回去帮自己提升功体。前些日子朕接到消息，说木痴老人已经回到了大雁城，所以才会借着查证的由头来此。只是没想到，天岔教先行一步，将人绑走了。哼，蓝姬绑了木痴老人？我还当魔教妖女只会绑年轻力壮的英俊男子。年轻力壮的英俊男子？别这么看我，蓝姬可没绑过我。为何想找木痴老人？是要制造暗器，还是宫里有机关要解？此事就与段王无关了。朕几日前已经派人去天岔教附近打探消息，想来很快就会有回话。万一西南府能帮上忙呢？若是真想帮朕，那以后便离天岔教远一些。怕本王被妖女绑走啊？啊，这点心能吃吗？有毒。有些甜，想来你不会喜欢。很饿吗？不眠不休赶了3天的路，你说呢？那我叫四喜传些宵夜。不用了，我去屏风后边。传。皇上，属下今日收到消息，这紫云州的知府徐知秋，似乎与天岔教暗中有牵连。有什么证据？属下在徐府书房的火盆中，找到这半封被烧毁的信函，落款天岔教，看不出是何内容，也不知是否为他人伪造，算不得证据确凿。只是皇上吩咐过，一有任何蛛丝马迹，都要即刻来报，故不敢懈怠。如今知府衙门四周都是大内高手，城门口亦有人暗中把守。继续盯着，再有消息，即刻来报。是。要我去盯着徐府吗？朕这次带的人足够多，不必了。也好。段王打算何时回去？蓝姬做事邪门，阴狠惯了，城中既有危险，本王自然要留下。朕会怕区区一个妖女？楚皇自然不怕，是本王怕。什么声音？四喜！皇上，是城西的善堂失火了，火势极大，那里面可都是老人呐。失火！带路，朕过去看看。
皇上，国事如何了？回皇上，善堂里住着的都是些年逾古稀的孤寡老人，大梁下压着不少尸首，个个面目全非，具体人数要等里头温度降下来一些，方能一一查验。下官失职，还请皇上恕罪。此事交由向统领负责，徐大人就不必插手了。是。皇上，除善堂之外，隔壁的民房也均是木宅，但所幸受牵连的不多，仅有隔壁半间偏房被焚毁。只有半间失火。是。受牵连的百姓也务必好好安顿。天亮之后，将详情上报给朕。是，属下明白。如何了？有人存心为之，徐志秋应该也能看出端倪，否则不会惊慌至此。为何如此确定？这里本来就是木宅子，烧起来的话，谁也拦不住的。可正因为是木宅，所以在修建时才尤为注意水龙的位置，以免失火。善堂隔壁的房屋也是木建，却只是焚毁了半间偏房。只有被人浇上了火油，才会烧起来那般不受控。对着一群孤寡老人，若当真如此狠毒，可算是丧尽天良。项烈原本在大理寺任职，查案应该难不住他。看来这城中古怪颇多，怕是要待一阵子了。天都快亮了，歇息一阵子吧。就算是要去府衙，也不能不眠不休啊。会不会是天岔教？按照魔教的行事作风，倒是有可能。但明知道你在这里，还要存心触怒天威，目的是什么？震慑徐之秋，或者干脆是为了给朕一个下马威。震慑知府倒也想得通，不过若说是冲着你，兰姬应当不会如此不知死活。只是一个小小魔教，犯不着给自己惹麻烦。你对他很了解？40、50岁，当我娘都够了。不如这样，我去知府衙门里看看，说不定会有发现。也好，劳烦你跑一趟。徐大人这是在急什么呀？四处都是暗格，倒真是个藏东西的好地方。一个知府，又勾结江湖门派，能藏什么事呢？什么人？有袅袅炊烟，3、4万同房之缘。烈袖泼墨一卷，而情至深处，画中你与我比肩。写过诗句百篇，今已忘年。树儿梅花开满天，恰好这
界，恰好的一切，黄土把夜笑谈间。此生缘风沙，地也千古未平。抬头是天星月圆，山河如画，唐突了离别。雨落心中之前，别虚透窗沿。重逢是否能预言？半月渐离冬天，想起了思念，不急不缓这缠绵。夜半钟声遥远，困于山巅。铁甲战双人无眠，恰好风吹了叶，恰好的满园，三千青丝绕指尖。此生缘